第171章学者型主教。夏尔夫的宅邸不像大部分单身汉那样凌乱肮脏，各种事物摆放得整整齐齐，窗台之上也没有积灰。毕竟作为一名工匠，他并不缺少金钱，仅碍于很多行为需要保密，不方便雇佣大量的固定的仆用，不得不按小时请人帮忙。目光一扫，阿尔杰发现这里与上次来时无显著区别。陈设极为简单，没什么名贵的摆件、油画和雕塑，就像是普通平民居住的地方。当然，阿尔杰很清楚，夏尔夫足以称得上富翁，只是不在意所谓的体面。他可以为一瓶限量名酒花费几百磅，可以因包养情妇送出一栋房屋，却不会再购买名贵地毯、古瓷茶具、镶金杯碟、名家油画上浪费一便士。一杯苏尼亚血酒，阿尔杰表情未变，却用语言和肢体动作展现出自己进来只是为了蹭酒喝的意思。夏尔夫耸了下肩膀道：“你应该庆幸我没有保存列朗奇的习惯。”他走向客厅的小吧台，取出一支瓶身精美的苏尼亚血酒，翻开了2个杯子，找了张沙发坐下的阿尔杰趁此机会抬手捏住脖子后方，似乎在缓解颈椎的不适。借助这个动作的遮掩，他自然的左右张望了一眼，飞快将刚才看不到的地方审视了一遍。因为夏尔夫懒于布置，没弄什么摆件，阿尔杰迅速就完成了尝试。目光在远处橱柜的玻璃窗上停留了1秒，透过玻璃，他看见了一些晒干的枯草和花朵。这里面有红边花，有血月草，有猴脸树叶，共同点是都属于南大陆常见而北大陆基本没有的类型。阿尔杰收回了目光，平静地看着夏尔夫手拿酒瓶和酒杯过来，伸手接住，他与对方闲聊起了海上的种种事情，直至那小半瓶苏尼亚血酒被喝得干干净净。阿尔杰见状，笑着告辞，离开了这里。他走后5分钟，安静坐着体验微醺感的夏尔夫突然站起，来到楼梯口，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木门。他有怀疑什么吗？没有，不管怎么样，这里都不再适合你居住，尽快搬到我们那里，我还有些委托没完成，不需要完成，反正你不会再联络他们了，你已经获得了新生。好的。隔了2栋房屋的地方，阿尔杰坐在某户人家花园的长椅上，用右手捏住耳垂，倾听着风中传来的话语。西拜朗，贝伦斯港，一栋看起来很普通的房屋外。真的是因为你和知识教会关系不好，所以才怂恿我来求通晓语言符咒。达尼兹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不太放心的看着对面的安德森道。安德森半是自嘲，半是不太在意的笑道：“不能用不好来描述，那就是敌视。”达尼兹脱口打断了对方的话语。安德森瞥了他一眼道：“你全套的负面效果可能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容易承受。”他顿了一下，呵呵补充道：“更准确的描述是，不管是我还是知识教会的人，都不太乐意和对方相处。”达尼兹用另一只手握住拳套，有点为难的说道：“可我该怎么请求符咒？直接到正神教会的神职人员面前提神秘学方面的事情，是会被关到封印之地的。”达尼兹现在只是比较鲁莽，还谈不上愚蠢。安德森摊了下手道：“很简单，你直接提我的名字，然后表示自己有急事来西拜朗，没时间学习都坦语，也不敢雇佣本地翻译，只能向他们请求帮助，希望能得到几枚通晓语言符咒。这个过程中，你要表现出自己会北大陆多国语言，让那些传教士知道你不是没能力学都坦语，而是来不及学，然后他们就会出题考你。这个时候，只要你能拿到还算不错的分数，就可以得到符咒了。”靠！听到这个熟悉的单词，达尼兹额角不自觉跳了一下，强行笑道：“你就是害怕考试，才不敢自己去吧？”他本来只是随意找点话说来掩饰自己的不自在，可却看见安德森的表情僵了那么1秒。看来你还是有害怕事情的吗？达尼兹暗自嘿了一声，忽然充满了信心。他大步走入了那栋普通的房屋，发现这里更像是一个个教室的集合体，而非知识教会在西拜朗的传教之地。然后他看见了位头发斑白的老者。这位先生虽然没穿知识教会的神职人员服装，但那种独特的学者气质让达尼兹相信，这至少是位主教。类似的感觉他在船长那里体验过。您好，没披阴影斗篷，一身普通人装饰的达尼兹堆出笑容，走了过去。那位老者静静地看着他靠近，缓慢开口道：“达尼兹。”达尼兹一下停住，僵硬在了那里，满脑子都是他认识我，他怎么会认识我？难道我的通缉令不止在海上流传？那位老者瞄了他一眼，
自顾自问道：“你是来要通晓语言符咒的？”是。达尼兹愣愣点头，忽然有了种自己在对方面前完全没有秘密的感觉。那学者般的老先生轻轻颔首道：“你是准备去卡塔米和梅桑耶斯统治的地方？”是的。达尼兹依旧有些呆滞。学者般的老先生探手从衣兜里拿出了4片黄铜符咒道：“可以用2个月，应该足够了。”达尼兹茫然接过，隔了好几秒才道：“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不是还要考试吗？你不想要？”那学者般的老先生微微笑道：“不是。”达尼兹猛地摇头，在大脑反应过来前，已开口问道：“你怎么会认识我？怎么知道我想要通晓语言符咒？”那学者般的老先生眼神里多了几分怜悯，语速缓慢的说道：“你船长联络了我，说你下船的时候怎么喊都不停，直接就冲入了码头。他其实已经给你准备好通晓语言符咒。”说着说着，这老先生摇起了头，目光颇有点复杂，就像在看自己班上非常粗心大意的学生。我早该想到的，船长那么细心的人，不可能考虑不到语言不通的问题。达尼兹恨不得抬手打自己一巴掌。对面的老者看到达尼兹表情的变化，又摇了摇头，转而问道：“应该不是你自己想到要来这边寻求帮助的吧？我正打算用占卜的办法找你啊。”“对，是安德森·胡德提议的。”达尼兹当即回答道。那学者般的老先生怔了一秒，脸色豁然就沉了下去。此时，安德森正坐在房屋外面的阴凉处，折了根树枝，在草坪裸露的地方随意的画着图案，悠闲的等待达尼兹出来。对于这不合格猎人能否求得通晓语言符咒的事情，他一点也没有疑问，因为只要达尼兹提及冰山中将艾德文纳，后续的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区别只在于究竟要考试几轮。就在他刚刚画完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的头部时，熟悉的脚步声从内到外，由远及近传了过来。安德森握着树枝的手掌凝了一秒，抬起脑袋转向门口，看见达尼兹正拿着一叠颇厚的纸张，表情复杂的走向这边。“你考试失败了。”安德森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一点也没有如果拿不到通晓语言符咒会怎样的担忧。达尼兹木然摇了摇头。“没有考试。”安德森先是一愣，旋即有所恍然的问道：“你船长提供了帮助？”达尼兹嗯了一声，边将手里那叠纸张递给安德森，边开口说道：“里面那位主教让我转告你，真正的猎人不会只靠本能，不会只专注于猎物信息，还要懂得把握他们的心理，懂得许许多多额外的知识。这是他给你的资料。”安德森的表情短暂有点复杂，旋即就恢复了正常，呵呵笑道：“还好，不算多。”达尼兹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忍住了突如其来的笑意，很是正经的说道：“这只是目录。那位主教说，你争取在2年内把上面提到名称的书籍看完。”安德森的笑容终于僵在了脸上。迪西海湾、埃斯科森港，克莱恩就像正常前往南大陆的旅客一样，买好了去东拜朗的船票，登上了那艘蒸汽与风帆混合、火炮众多的客轮。呜的声音里，船只驶离码头，很快就进入了狂暴海。途中，克莱恩有发现鲁恩王国的迪西舰队一直在安全航道巡游，似乎在戒备着什么。之前狂暴海的异常变化看来也引起了鲁恩军方的关注，这样一来，灵教团应该是没法在这片海域毫无顾忌调查了。当然，一支舰队是监控布了这里所有航道的。克莱恩立在舱房内，望着窗外的景象，有些恍然，有些感慨的想着。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连忙去了灰雾之上查看究竟。这次祷告的是倒吊人，他请愚者先生告知隐者，那位工匠疑似被邪教或隐秘组织控制了，希望能得到一定的帮助。第172章分析，工匠都疑似被邪教或隐秘组织控制了，怎么还想着请隐者帮忙？直接找世界啊！谁知道未来号这个时候飘在哪片大海上，需要多久才能赶到，而世界能够传送？听完倒吊人祷告的话语，克莱恩脑海内下意识就反驳起对方的请求，认为这会耽误时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旋即冷静了下来，认为以倒吊人先生的谨慎小心、老辣干练，不可能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对方既然认为请隐者帮忙好过找世界处理问题，那必定有相应的道理。也就是说，倒吊人先生判断事情还没有紧迫到需要立刻动手的程度，他甚至想要多观察一下，以找到更多的线索，确定更多的细节。而且
既然隐者女士主动提出可以帮忙，那说明她相信她最近活动的区域与倒吊人先生存在一定的重合，真出了什么问题，能以最快的速度过去。或者他也有了类似传送的能力，但这个可能极低。克莱恩手指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相信倒吊人先生的经验。当然，这也有对方没具体描述究竟发现了什么，有什么地方可疑，让他无从推测或占卜事情真相的原因。思绪一转间，克莱恩将倒吊人的祷告影像丢入了象征隐者的深红星辰。他正在等待星之上将给予回复。忽然看见代表太阳的那颗星辰开始收缩和膨胀，并传出层层叠叠的祈祷声。白银城对前任首席灵寝的探索有初步结果了，克莱恩有所猜测的将灵性蔓延了过去。如他所料，小太阳原原本本描述了6人议事团3位长老打开前任首席灵寝后发生的一切，这包括遭遇之前死去亲人的魂灵，渡过虚幻漆黑藏着数不清怪异生物的河流，直面在不完整神话生物形态下长满了白色羽毛的前任首席，以及牧羊人洛威亚分离出一道阴影，试图扑向前任首席体内延伸出的虚幻细管，却被克林伊利亚特利用窃运者符咒，将自己和前任首席命运短暂调换，改变了结果的事情。虚幻的黑色细管身上长满了沾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这听起来很耳熟啊。对了，这不就是我占卜阿兹克铜哨异常时看见的某些画面的主要特征吗？而那位前任首席之所以建造陵寝，是因为想转到死神途径的序列300度人。克莱恩一边听着，一边就飞速运转起大脑，将所有能联想起来的东西放在一块，思考这究竟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很快，他有了个大胆的猜测：白银城前任首席的异变与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存在一定的关联。虽然这结论听起来不可思议，让人难以相信。因为白银城处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器之地，那里只能通过巨人王庭与神战遗迹的某种联系进出，就连七神都找不到，无法将力量渗透入内。但多处特点的相似，让对巧合敏感的克莱恩结合牧羊人长老洛威亚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排除掉了另外几种可能，不得不郑重的考虑起那2件似乎不存在任何交集的事情，也许共同指向着什么。他从占卜看见的画面和当初召唤出人造死神失败产物时手背毛孔里长出白色绒毛的经历出发，与白银城6人议事团3位长老的遭遇一一验证，初步怀疑灵教团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和对自身高序列强者的改造，反向影响着死神的遗留，让那更抽象、更虚化、更代表神灵权柄的唯一性逐渐产生了点懵懂的本能，让那只是图腾、只是概念的事物初步活了过来。于是，这还没有智慧、还称不上人造死神的东西开始与整个仪式同化，充满渴求的向同途径更低序列的非凡者施加影响。在达到一定的条件后，那黑雾深处隐藏着的事物则可以延伸出虚幻的黑色细管，与目标建立起联系，汲取它的力量，转化它的身体。而这种方式或许涉及冥界、涉及死神领域的某些特殊能够绕过隔离神器之地的力量，与里面的生灵有效接触。所以，牧羊人长老洛威亚分离出的那个阴影源自真实造物主的恩赐，目的是顺着前任首席身上的虚幻黑色细管，反向污染死神的遗留。说不定当初欲望母树就是这么顶替背负之神，占据相应权柄的。还好，白银城的现任首席头脑非常清醒，事前知道寻求小太阳背后隐秘存在的帮助，利用窃运者符咒，巧妙破坏了真实造物主的图谋。白银城2件强大封印物之一看来很擅长净化啊，克制住了能污染死神遗留的阴影。呵呵，我这个愚者似乎又要被真实造物主记一笔了。当然，挡在前面的是阿蒙，毕竟那条石之虫是他贡献的。克莱恩透过小太阳的描述，依靠自身的推测，隐约把握到了白银城这次探索行动里潜藏的争斗。同时，他觉得自己能初步描绘那位牧羊人长老的心理状态了。对洛维亚来说，能连通外界的虚幻黑色细管毫无疑问是白银城逃离神器之地的关键，所以他对自身的行为非常笃定，没有一点后悔，只会认为首席才是破坏希望的那个人。有人做坏事不算太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人是抱着殉道的心态去做自认为正确的坏事。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句，至于小太阳为什么能对陵寝内发生的事情知道的那么清楚，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肯定是首席克林伊利亚特以闲聊的口吻告诉对方的。这个时候，太阳戴里克已讲到3位长老回收了一件奇特的封印物，那由前任首席遗留的非凡特性与他的头骨结合而成。前任首席从序列9战士到序列4猎魔者都属于巨人途径，福什的摆渡人魔药则对应死神途径序列3，两者混合成的非凡特性肯定比单一途径的更为奇诡多变，再加上人造死神施加的影响，最后的封印物绝对很强，当然负面效果估计同样的强。之前描述里的虚幻漆黑河流，各种奇异生物，大概率都对应冥界，这和我在狂暴海看见的场景相似，和沙伦小姐那件神奇物品制造出的效果相似。克莱恩一边随意的想着，一边听见小太阳结束掉探索话题，转而提及某种叫做变形者的怪物。等到太阳戴里克说完，克莱恩自己都觉得变形者很可能就是鬼术邪怪。他忙从杂物堆里招射来一枚金币，快速做了个占卜，确认了自己的判断。以小太阳目前的实力，肯定是没法去那个城邦遗迹狩猎的，只能再等一等。等那位首席又一次向愚者祈求，或通过小太阳寻求帮助，反正也不是太急。我都还没有找到临界掠夺者。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恳请愚者先生将相应的情报传递给世界先生后，太阳戴里克又说自己已有足够的功勋，很快就能兑换出序列5吸血鬼的非凡特性，完成之前敲定的那笔3方交易，让月亮先生做好准备。罗斯德群岛海域，缓慢航行的未来号上，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感谢过愚者先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打开船长室的窗户，对所有人喊道：转向，去拜亚姆下达了命令后，这位海盗将军微翘起嘴角，因终于有机会和一位工匠建立起长期联系而高兴。可就在这个时候，他莫名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能轻松获得工匠的帮助，那长久得不到序列5魔药配方的弗兰克里会不会尝试将那份德鲁伊非凡特性制作成物品，以尽快推动某些停滞的实验？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加德利亚下意识抬手捏了捏自己的额头。客轮上处理完事情的克莱恩专心享受起了自己的旅途。因为之前狂暴海天气的一变，他乘坐的客轮选择了更远更曲折但也更安全的航道，并于当天晚上停靠于一处叫做哈尔曼的港口。克莱恩没有下船，就在上层餐厅要了个靠窗的位置，解决起晚餐。等待食物时，他随意的看向窗外，欣赏着当地的夜景。忽然，他发现一道可疑的人影正提着行李，准备登船。之所以说可疑，是因为那个男人不仅套着黑色的大衣，戴着高高的礼帽，遮掩住了身材方面的特征，还用围巾将脸部一圈圈绕住，只留出一双眼睛，而那双眼睛一直望着地面，让人看不清具体的样子。第173章四维盲区。根据克莱恩看过那么多集侦探片、侦探动画的经验，这种用围巾将脸遮住，用大衣掩盖身体特征的人，多半有问题，大概率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尤其现在还不是冬日，狂暴海的气温远谈不上寒冷。不过，这和我没什么关系，就算发生密室谋杀案，头疼的也应该是船长。等下去灰雾之上做次占卜，看这次旅途是否会顺利。克莱恩不甚在意，却又一点也不疏忽地想着。他随即收回目光，望向了侍者端来的迪西烤鱼。用过晚餐，他回到属于自己的仓房，于灰雾之上完成了一次占卜，得到所处环境不会有太大改变，一切都较为顺利的结论。这让克莱恩没借助冥想就轻松入睡成功，一觉到了天明。汽笛屋的声音响起，客轮由静转动，缓慢离开了哈尔曼港口。码头还依稀可见时，克莱恩看见那里突兀的出现了一道人影。这人影穿着白色衬衣和深蓝外套，拥有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眶、浅蓝的眼珠和褐色微卷的头发，轮廓线条刚硬，下巴微微抬起，有种看不起所有人的感觉。他目光一扫，迅速就锁定了克莱恩乘坐的那艘客轮。就在这个时候，天空忽然变暗，仿佛成为了一扇通往漆黑虚幻之地的大门。震耳欲聋的飓风从海底窜起，夹杂着大量的蔚蓝直冲上方。幽深的闪电如同虚空的裂口，不断出现又不断因自愈而消失，这阻隔了客轮和码头间的全部视线，让两者就像处于不同的世界。狂暴海又一次展现出了它的恐怖，客轮无法躲避，无法反抗，只能沿着风暴较弱的安全航道继续往前行驶。真是巧啊，这应该不是巧合。
立在仓房玻璃窗后的克莱恩先是暗自感慨，旋即认为狂暴海突如其来的异变存在非自然因素。虽然狂暴海的天气说变就变是常态，但在某个节点恰好改变，依旧引人怀疑。码头上那位先生是在追踪昨晚上船的可疑旅客，而那旅客见行藏暴露，干脆改变天象，让客轮强行远离。克莱恩想到之前的事情，隐约有了些猜测。而如果真是这样，那意味着用围巾遮住脸孔的可疑旅客很可能是位半神，或者携带着一件异级封印物。要知道，以克莱恩目前的实力和物品，如果不动用海神权杖，也无法引动这种程度的天象异变。当然，他还可能有另外的办法，那就是丢出阿兹克铜哨，看能否让整片狂暴海都狂暴起来。真是的，我就只是想像个正常富翁一样前往南大陆，途中都会遭遇半神级的追逐。哎，我承受了太多本不属于我这个序列的压力。克莱恩自嘲一笑，最终选择相信昨晚做的那次占卜。风暴之中，客轮沿着较为平静的空隙，摇摇晃晃地航行于末日般的场景里，而船上的旅客大部分都一脸平静，似乎已很适应这样的状态。只有少数第一次途经狂暴海的人才战战兢兢，死死抓着各种能抓的地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狂风闪电逐渐平息，天空也一点点明亮了起来。这时，身在甲板上的克莱恩灵感忽有触动，下意识就侧头望向了哈尔曼港口所在的地方。那起伏不定的深蓝海水之上，那散开的白色云朵下方，一点赤白的火光由远及近，高速飞了过来。这火光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最终呈现出了完整的模样。这是一柄巨大的火焰长枪。火焰长枪划破天际，落在了客轮甲板前部，但却没有点燃任何事物，烧穿半块木板，它直接四散开来，重组为一道人影。这人影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珠，正是之前突兀出现于码头的那个男子。他形貌接近中年，缓慢地环视了一圈，于一个个眼睛圆瞪、嘴巴半张的旅客之中走过，进入了舱房。同样目瞪口呆的道恩·唐泰斯无声松了口气，确认对方真的不是来找他的。刚才的出场可以说非常帅了，不愧是半神。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希望他们两个不要打起来。就算冲突不可避免，也尽量去隔壁海上，否则这艘船就保不住了。我自己倒是可以传送离开，依旧比较顺利，但这么多旅客，我又能救得了几个？克莱恩习惯性的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祈求女神庇佑。他刚转过这样的念头，就看见一道人影飞出舱门，重重摔在了甲板上。正是之前那个用围巾遮住面部的可疑旅客。这位先生此时已露出了半张脸孔，鼻子前部发红，嘴边胡须浓密，有唾液残留。他接近三角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双手撑在甲板上，不断的让身体往后挪动。是谁让你带着那件东西做这样打扮的？舱房门口，刚才那位高鼻梁蓝眼珠的中年男子缓步走了出来，用因地私语沉声问道。可疑旅客疯狂摇头道，不，我不知道，他也是这样的打扮，给了我100磅，让我坐这条船去南大陆，再自己返回。那位中年男士默然看着，目光锐利，仿佛能洞穿一个人的灵魂。这让那可疑旅客额头汗水疯狂沁出，身体剧烈颤抖，结结巴巴的又一次开口做起解释，但所描述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变。那男子收回目光，体表陡然腾起了赤白的火焰，接着他化作一柄巨大的火焰长枪，投向了哈尔曼港口所在的区域。这火焰长枪越来越远，没用多久就只剩下一点火光。整个过程中，这位半神除了最开始都未再看一眼周围的旅客，似乎他们并不存在。一个很简单但也很巧妙的诡计，让人假装自己登船离开，并利用某种方式操纵天象，制造出本人就在船上的证据，实际却一直留在港口，等到敌人追赶下去，再另寻出路。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让他有点怀疑，被追赶的那位是不是曾经是阴谋家、魔术师或者别的擅长诡计的非凡者。至于刚才那位从化身火焰、赤白长枪、行为傲慢、惹人厌恶、说因地私语等细节，克莱恩认为大概率是猎人途径的半神，有可能为铁血骑士，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生冲突。克莱恩摇了摇头，走回了舱房。而甲板之上，那些旅客终于回过神来，各自小声讨论起刚才看见的超自然现象。
一个人竟然可以变成火焰，而一团火焰又能重组成人类。嘈杂的动静里，客轮继续沿着安全航道前行，途中再未遭遇任何意外，于傍晚抵达了另一个港口。克莱恩照例没有下船，免得又遇上点什么事情。他拿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以确定什么时候去餐厅。再等2刻钟，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抬起脑袋望向窗外。此时，不少预定在当前港口下船的旅客正提着行李箱沿舷梯前往码头。一眼扫过，克莱恩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一道人影上。这人影头戴黑色软帽，鬓角暗金，鼻梁高挺，嘴唇紧抿，侧脸线条深刻，如同古典雕塑，没有一点皱纹。他未提行李，很快就顺着人潮登上码头，消失在了道路拐角处。克莱恩就那样看着，身体一动不动，似乎已不再属于自己。他只觉自己的血液在一点点变冷，脑海里迸发出了一个名字：因斯赞格威尔。码头上的煤气路灯已一盏盏亮了起来，客轮不同窗口星星点点的银河着。道恩唐泰斯的1等舱房间内一片幽暗，寂静无声。克莱恩已坐了下去，脸上没有表情，脑海内各种念头难以遏制的闪过。这是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之后第一次发现因斯赞格威尔的踪迹。之前那位半神追逐的目标应该就是因斯赞格威尔，他的诡计比我想的更深一层。他找人伪装成他，给予物品，不是为了引开追踪，而是制造思维盲区，让人下意识将这条船作为错误选项排除。他从开始就在这里，那巧合的天象变化应该就是因斯赞格威尔用0到8分制造的。他为什么会被一位因蒂斯猎人半神追逐？他究竟在谋划什么？思绪翻滚间，克莱恩突然掏出冒险家口琴，凑至嘴边吹了一下。无声无息间，提着4个金发红颜脑袋的姓氏小姐蕾妮特·提尼科尔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克莱恩张了张嘴巴，又闭了起来，拿出纸笔，飞快写道：道恩唐泰斯先生在狂暴海中城岛发现了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折起信纸。克莱恩将他连同1枚金币交给了姓氏小姐，送到贝克兰德北区平斯特街7号的信报箱内。蕾妮特·提尼克尔双手提着的4个脑袋同时转动，8只眼睛齐齐望向了克莱恩。他什么也没说，咬住了信纸和金币。第174章伦纳德的提醒。贝克兰德北区，红月被层云遮掩的夜晚，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唯有街道2侧的煤气路灯散发出些许光芒，照亮了前方的道路与附近房屋的门口。平斯特街7号的信报箱静静地藏在光明与黑暗交界的地方，沐浴着侧方吹来的清凉之风，似乎已然沉睡。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头地口突然涌出了一份份报纸，一张张账单和一封封不知谁寄来的信。这些事物仿佛被无形之手拖着，漂浮于半空，飞向门口，从缝隙处钻了进去。房屋内、门厅处，报纸们自行展开，快速翻动，直至末版。然后他们随意的落到了椅子上，和之前的同类叠在一起。账单和来信继续往内飞行，进入了客厅，前者很快停止下来，抖了几抖，接着晃晃悠悠飘至茶几表面，整齐铺陈。后者有信封的脱掉了信封，无信封的迅速打开了自己，在半空展现起身姿。过了好一阵，这些来信部分飞到了1楼书房的架子上，部分冲向剪刀，协助对方将自己4分5裂，然后排列成行的涌入盥洗室，投进了马桶内。哗啦！马桶的机械按钮自行下线，将纸张碎片冲入了下水道。平斯特街7号就此恢复正常，安静的和其他无人居住的房屋一样。南大陆东拜朗古拉因城，刚抵达这里没多久的伦纳德·米切尔正在当地黑夜教会安排的住所内休息。突然，他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响了起来：小子，你有一封重要的信。什么信？伦纳德低声询问的同时，心里已然有了猜测。能往平斯特街7号寄重要的信，却又不在乎那里是否有人的，只有一个，不，2个，克莱恩·莫雷蒂和道恩·唐泰斯。至于叫做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的老头为什么能隔着狂暴海，隔着半个北大陆，清楚地阅读平斯特街7号收到的那些信的内容，伦纳德大概能猜到1、2，因为他帮对方抓过一只幽灵。对此，他的判断是，老头肯定是分了一条食之虫出来，寄生于那只幽灵体内，让他成为自己留在北大陆的眼睛、耳朵和嘴巴。这个时候，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回答了他刚才的问题。克莱恩·莫雷蒂寄来的信，
他说到恩唐泰斯在前往南大陆的途中，于狂暴海中城岛发现了因斯赞格威尔的踪迹。伦纳德一下沉默，嘴巴张了张，却没能说出一句话。隔了很久，他才嗓音略显沙哑的低语道：他果然没有忘记复仇，我能做点什么？你能做什么？你才序列6，即使因斯赞格威尔未掌握0到8分，你也没有向他复仇的资格。他只需要部分的显露出神话生物形态，就可以让你当场失控或者变成疯子。你成功复仇的概率是0，这就是神性带来的质变。帕列斯·索罗亚斯德语气颇为严肃的说道。他顿了一下，又呵呵笑道：还好，你比以前更加能认清自己。如果是过去，你肯定会说，我想将因斯赞格威尔的情报传递给教会，并加入追踪抓捕的队伍。而现在，你懂得问你能做点什么了。伦纳德几次想要反驳，但都没有说出口。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继续说道：你目前能做的就是给克莱恩·莫雷蒂一些情报，等待他回信给你，然后根据里面的安排做相应的配合，不找借口将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告知教会。伦纳德略感愕然的低沉问道。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呵呵笑道：不用着急，等关键时刻再这么做。0到8分虽然很喜欢害死自己的拥有者，但更不想回到被封印的状态。只要你将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告知了教会，开启了相应的追捕行动，他立刻就能知晓，并做出足够的安排。这一点你需要提示克莱恩·莫雷蒂。伦纳德怔了一秒道：老头，你对0到8分似乎很熟悉啊，以前都没有表现出来过。帕列斯略显苍老的嗓音笑了一声：我当然很熟悉，在第4季的时候，0到8分可是造成过天使陨落的。我不能对你说的太多，因为你知道了他，他也就知道了你。你越了解他，越有可能成为故事的一员。伦纳德从老头含含糊糊的话语里，真切品味出了008的恐怖，这已经超越了他所能理解的神秘学。思索片刻，伦纳德习惯性问道：那我该怎么提示克莱恩·莫雷蒂，却又不至于被0到8分知道？或者，即使他知道了，也属于粗浅的了解，只让我在故事里作为路过的行人。话音未落，伦纳德双手紧握了一下，咬了咬牙齿，不等待老头回答，自顾自说道：侧面提示，告诉他，我暂时不会将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转交给教会。我想他应该能从这个情况理解这里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明白我们必须比谨慎更谨慎。而即使他无法解读，他那个隐秘组织也有足够了解第4季的成员提供帮助。还有，正常的写一句，你知道了他，他也就知道了你，不提0到8分，用人称代词让克莱恩能够猜测具体指向什么。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安静听完，低声笑道：人呐，就是得有压力才能成长。伦纳德吐了口气，翻身坐起，找出纸笔，将刚才的意思落到了信上。紧接着，他不止一试，召唤出了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狂暴海中城岛停留于码头的一艘客轮上，许多游客并未下船，蜷缩在底层客舱，等待着抵达南大陆，开始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即使只有几天的船资，他们也是非常艰难才能拼凑出。属于被逼迫到不得不做这样冒险的鲁文民众，扮演着富翁道恩唐泰斯的克莱恩与他们不同，住在宽敞洁净、堪称豪华的1等舱内。就着蜡烛的光芒，打开了雷尼特提尼克尔刚才送来的那封信，暂时不会将因斯赞格威尔的行踪告知教会。对伦纳德来说，虽然情报的来源问题会让他承受一定的风险，但完全没到不能做的程度。他加入红手套，不就是为了复仇吗？也就是说，他有现在不能举报因斯赞格威尔的理由。克莱恩一边思索，一边看向了信纸上剩余的内容。你知道了他，他也就知道了你。突然，克莱恩咦了一声，觉得这样的描述有点眼熟，这很像黄昏影视会啊，凡有言必被知。所以0到8分是观众途径的封印物。伦纳德不将事情告知教会，就是有这方面的顾忌，想等待更好的机会。这应该是他体内那位老爷爷告诉他的。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有些庆幸自己之前没开口请雷尼特提尼克尔帮忙，这对信使小姐来说同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如果只依赖请来的帮手，谋划很有可能提前被0到8分察觉，从而制造一系列的巧合，做出有针对性的布置。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从提高自身实力的角度讲，鬼术邪怪和灵界掠夺者对应材料的获得，
依赖于白银城首席的后续请求，依赖于魔术师小姐多久能从他老师那里得到具体地点的定位信息，这全都属于外力，不是克莱恩想加快就能加快的。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尽快消化掉密偶大师魔药，而在扮演守则差不多总结完整后，实际的操作更为重要。所以克莱恩认为自己有必要在短时间内弄到2个密偶。他之前一直拖着，是因为没有好的目标，是因为身在贝克兰德，周围一群扑用非特殊密偶，很难掩盖住存在。而现在他快到南大陆了，他决定不管怎么样，只要确定那是足以上绞刑架的恶棍，就先转化成自己的密偶，有了更好的目标再替换。说不定利用普通的密偶完成较高难度的事情，还能加速消化。我对密偶的要求现在降到了最低，只要懂读痰语就行，那样就无需另外找翻译了。反正可以共享感官。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打算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计划，再写信给伦纳德·米切尔。东拜朗，古拉因城。克莱恩提着行李箱，登上了码头，登上了南大陆的土地。他眺望向依山而建、层次分明的城区，默默在心里道了一句：离开这里的时候，得有2个密偶，而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甩掉军方安排的暗中跟随者。那2位先生的间谍技巧其实相当好，但于克莱恩眼中，就仿佛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鲜明。因为不管他们再怎么乔装改扮，克莱恩都能借助无面人对人类身体特征、容貌特点的观察和记忆能力，一眼认出。第175章玄学的力量。古拉因城的房屋大部分都是沿盘旋而上的道路修建，见或有较平缓开阔的地方，则是广场或市集。克莱恩提着行李，凭借占卜家的灵性直觉，随意挑了个方向前行，沿途寻找起相对热闹的那种酒吧。路上马车不是太多，属于出租类型的更是好久才能看见1-2辆。东拜朗最为流行的交通工具是棺，这源于死神崇拜的习俗，源于人们将棺柩视为能带来安宁和平静的物品，所以克莱恩总是能看见几个人抬着一具黑色棺材路过，盖子比正常轻薄很多，就像随意能打开的车门。2人抬的、4人抬的、8人抬、马匹或独角羊拉的，这样的民俗在晚上有点吓人啊。白天也好不到哪去，整个城市都显得阴森森的。克莱恩边欣赏着路旁的风景，边步入了一个广场，左侧是风暴之主的教堂，右边为餐厅、酒吧等店铺。他停住的时候，道边刚好有4人抬的棺柩被放了下来。随着盖子的打开，棺材里面躺着的乘客站了起来，跨步而出，是位着白衬衣、黑马甲的北大陆式绅士。这绅士的正装始终搭在臂弯，直到离开棺材才被披至身上。然后克莱恩看着这位先生直奔风暴之主的教堂，走了进去。这还真是有种奇妙的违和感。风暴教会不是一直喜欢改变殖民地的习俗，强推鲁恩那一套吗？为什么在东拜朗不这么做？因为死神途径与黑夜途径属于相近的类型，所以风暴教会希望保存某些死神领域的民俗，以此牵制黑夜教会的传播。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转向右侧那排建筑，准备进入其中一间酒吧。有了这实地体验，他才隐约明白许多历史书籍上写的拜朗帝国古代衣着风格为什么会那样，爱穿裤子，喜欢轻便类型，以有褶皱为美，这不就是方便出门躺棺材吗？克莱恩笑着摇了下头，推开酒吧沉重的木门，挤过一个个醉鬼，向着吧台区域走去。而这个时候，军方2位跟踪者因害怕暴露，与道恩唐泰斯拉开了距离，才刚刚走至门边。抓住这短暂的空隙，克莱恩突然转向，由于一样穿过人群，往酒吧后门区域奔去。虽然他不认识都坦语，但他看得懂画出来的标志，知道哪里是盥洗室，哪里是顾客止步的地方。绕到大门位置看不见的区域后，克莱恩肩膀一抖，快速就脱掉了外套，将它搭在臂弯。紧接着，他夹住镶金手杖，伸掌捂住面孔，放缓脚步，又一次变向，往酒吧大门而去。与刚才脱外套的地方拉开近10米距离时，克莱恩放下了按在脸上的右手，整个人的形象已彻底改变。他斑白的鬓角、幽邃的眼眸、儒雅的气质全部消失，替换为了北大陆随处可见的鲁恩人长相。提着行李，夹着手杖，克莱恩步伐沉稳地迎着那2位军方跟踪者走去。在他们左右张望寻找道恩唐泰斯时，与他们擦肩而过，
离开了酒吧。无论跟踪还是反跟踪，都是无面人的强项。回到广场上，克莱恩拐入了一条倾斜通往高处的小巷子，打算去别的地方寻找旅馆住宿。在僻静少人的道路上走着走着，他突然听见了女性惊恐的呼喊声，这声音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戛然而止。虽然听不懂对方在喊什么，但克莱恩能感受到那种恐惧、害怕、惊慌的情绪，于是脚步一错，进入了更狭窄、更没有行人的小路。没过10秒，他就看见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有个皮肤偏棕、五官较为柔和的30来岁本地男子压在一个最多13、14岁的小女孩身上，用暴力进行着侵害。克莱恩望了一眼，放慢脚步，停在了附近的阴影里。此时，那小女孩的脸庞已因极度的恐慌而扭曲，可无论她怎么挣扎，都难以摆脱，甚至换来了殴打。她眼泪鼻涕都流了下来，嘴巴塞着衣物破布，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他愕然发现那个坏蛋试图脱去自己衣服的动作缓慢了下来，根本没时间考虑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下意识望向那个坏蛋，看见对方眼睛睁大，脸庞肌肉缓慢扯动，无法拼凑出完整的表情，然后手脚一抽一搐，一停一顿的继续着刚才的事情，却又轻松被躲开。小女孩本能推了对方一把，竟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她身上随之一轻，连忙站起，就要逃出这里，可双腿止不住的发软，刚跑了几步，竟被石子绊倒，差点摔至地面。这个时候，他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响起，心中愈发慌张，手脚愈发慌乱。紧接着，那脚步声停止了，小女孩下意识回头望去，只见那个坏蛋僵立于2米外，浑身关节生锈了一样，做着各种古怪的动作。发生了什么？小女孩有了种自己在做梦的感觉。那个皮肤偏棕的本地男子挣扎了一阵，终于安静下来，露出笑容，用都坦语道：“以后再遇见我这样的人，记住往最近的教堂跑，或者人多的地方。”小女孩愣了愣，陡然发出一声尖叫，转身狂奔而去。下意识间，她选择了广场教堂方向。等到这僻静角落恢复安宁，那肤色偏棕的本地男子侧头望向了附近的阴影处，看着克莱恩从那里走了出来。新的密友，身体不够强壮，行动不够敏捷，也没有非凡能力，长相还比较凶恶，除了会都坦语，简直一无是处。克莱恩在心里简单的做了下评估，如果不是他正在作恶，我又不懂当地语言，真想直接埋掉他。他忍不住将这与之前那个密友血之上将塞尼奥尔进行了对比。塞尼奥尔是怨魂，能做镜面跳跃，能藏身金币反光处，不用担心被人看见。他还有怨魂尖啸，还有附体能力，与密友大师是完美搭配。最重要的是，他同样会都坦语。现在这个密友和他相比，就是一便士和42000金镑的区别。也不知道名字叫什么，只能应用能力，感应浅表念头，无法读取更深的记忆，除非遇到熟人熟物，灵有了相应的变化，吐出更多的信息。就叫阿福，不，奥福。把克莱恩揉了下额角，叹了口气，在小女孩引来神职人员前，带着新的密友奥夫离开了这片区域。没过多久，他借助密友的翻译，在古拉因城繁华与落后交界的地带，随意找了家旅馆住下。这竟不需要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哪怕克莱恩在路上已将样子变成典型的本地人种。比海上那些殖民地还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克莱恩放好行李，将随身携带的大部分现金丢到了灰物之上，只留下50磅做日常开销。同时，因为已穿过狂暴海，不用再担心引起异变，他将铜哨和铁质卷烟盒从灰物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取了出来，方便阿兹克先生过来时定位。忙碌完这些事情，早在客轮上解决过晚餐的他顿时空闲了下来，决定抓紧时间寻觅第二个密友。至于怎么找，对古拉因城各方面情况都不够了解的克莱恩打算发挥占卜家的特长，用神秘学的手段去找。带着奥夫出了旅馆，克莱恩折了根多宁斯曼树的树枝，将它当作卜杖，熟练的冥想低语道。新密友的位置安静无声的环境里，一双双漠然的眼睛仿佛穿过了虚幻与现实的阻隔，同时注视向那根卜杖，树枝随之倾倒，指出了一个方向。前行一段，占卜一次，克莱恩沿着获得的启示，于7拐8绕后，抵达了一处陡峭的阶梯。这阶梯连通着古拉因好几层道路，必须仰望才能看见顶部。此时此刻，空无一人。
占卜给的启示确实是在这里。怎么没人？因为不是在灰雾之上做的占卜，所以结果并不准确。可是我怎么也是序列5的密偶大师了？占卜能力在高序列以下绝对能排进前列。克莱恩微皱眉头，环顾了一圈，没能发现任何目标。他想了想，走向阶梯，坐至最底层最边上的阴影里，不太有信心又非常无聊的做起等待。过了几分钟，他又站了起来，让密偶奥夫坐到自己刚才的位置。然后克莱恩本身拉开距离，于近200米外的隐秘处躲藏了起来。古拉阴沉，下嘴唇曲。伦纳德·米切尔和戴利·西蒙尼等人跟着红手套小队队长索斯特来到了一处街区附近。借着夜色的遮掩，索斯特对所有行动人员再次强调了一遍：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居住在13号房屋内的乌利卡，他是灵教团相当重要的成员，负责与贝克兰德区域的不同小组联系。虽然所有的情报都显示他不是半神，但为了预防意外，我还是申请了一件1分封印物，女神之眼阁下也随时准备着提供援助。还有，这片街区大部分居民都是本地人，得防备他们也是灵教团人员的可能。